世界上呢，先进的单发战斗机并不多，能够立刻供应成熟的现货的就更少，无非是 F-35、F-16、枭龙或歼十。巴基斯坦肯定买不到 F-35、F-16的空战能力不是阵风的对手，枭龙呢是中低端的型号，歼十是唯一有可能立刻打败阵风的单发空优战斗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歼十 C 打不过阵风，所以就不该引进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最近呢，巴基斯坦空军有关媒体不断的发出消息，期待着2022年有40架中国的歼十 C 战斗机进入巴基斯坦空军的作战序列。不过，巴基斯坦的参议员阿夫兰汗公开表示反对引进歼十 C。他认为歼十 C 打不过印度的阵风为什么还要吃重金购买呢？巴基斯坦和中国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但巴基斯坦的政坛呢，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各方势力的代言人，其中更不会缺美国和法国军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巴基斯坦空军此前是装备过一批法国战斗机，那就是上个世纪的幻影3和幻影5。应该说，巴基斯坦空军对这批幻影战斗机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随着美国利益集团的进入，巴基斯坦空军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采购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F-16战斗机。F-16在性能上是提高了一个代次。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基斯坦空军的 F-16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几种战斗机多次发生空战，表现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F-16还是巴基斯坦空军当中战斗力最强的制空战斗机。如果中国的歼十战斗机按计划进入巴基斯坦空军，那就意味着巴空军制空战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诞生，从法式、美式装备完全转向了中国制造。巴基斯坦空军对于中国造的作战飞机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就向巴基斯坦出口了大量的歼6战斗机，一直服役到21世纪才退役。巴空军还从中国引进了一批歼7P战斗机，但是这2款战斗机的技术水平呢，应该说还是比较低，无法与美国和法国的军火商形成正面的竞争。枭龙战斗机进入巴基斯坦空军服役，把中国制造在巴基斯坦空军中的地位向上提高了半个台阶。之所以说半个台阶，是因为枭龙本质上还是一种2代机，虽然它具备了第3代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和武器投射能力，但是从空战格斗能力的角度看，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巴基斯坦空军如果要执行高强度的空中对抗任务，还是更倾向于使用 F-16战斗机。但是歼十战机就完全改变了局面。歼十在解放军空军的主战装备序列里都是赫赫有名的，在解放军空军的金头盔空战对抗竞赛中，歼十曾经多次获胜。巴基斯坦对歼十感兴趣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财力有限，一直下不了决心。巴基斯坦的死对头印度财政实力要比巴基斯坦强得多，当印度引进了双发的苏30 MKI 战斗机之后，就对巴基斯坦空军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阵风战机的到来就完全改变了印巴空中对抗的态势，使得印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阵风虽然发动机推力不是很好不是很足，但是它采用双发配置和高水平的气动设计之后空战机动能力是相当不错。在整个西方国家的主流战机里面，阵风的机动能力也就是不如 F-22而已，其他的大多数它都要超过他们。而且阵风的雷达电子系统非常先进，有强大的超视觉空战能力。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当然是坐不住了。但是巴基斯坦空军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世界上呢，先进的单发战斗机并不多，能够立刻供应成熟的现货的就更少，无非是F-35、F-16、枭龙或歼十。巴基斯坦肯定买不到 F-35、F-16的空战能力不是阵风的对手，枭龙呢是中低端的型号，歼十是唯一有可能立刻打败阵风的单发空优战斗机。根据研究歼十在主动相阵雷达的指标上其实比阵风还要领先，而且歼十同样可以配备远射程的超视距空导弹。在导弹对射的战斗中，歼十肯定不会输给阵风。最新改进型歼十 C 能不能打败阵风，恐怕只有一场实战才能够让人得出信服的结论，但我认为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巴基斯坦拿不拿得到。不过现代空战呢，不是2架战斗机空中拼刺刀了，更加依赖于信息化体系的对抗。在这个方面，巴基斯坦的优势是远超印度。巴基斯坦拥有我们中国提供的预警机和指挥控制系统，可以在印度空军的阵风进入发射阵位之前就先敌锁定，先敌开火。印度方面至今也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空中作战体系。印度空军拿到几架阵风之后就惊喜的语无伦次，也证明了他们对信息化空战认知的浅陋。所以无论这位议员先生是被印度人的牛皮震惊到了，还是打算为西方军火商说话，他都
不需要担心巴基斯坦空军引进歼十之后的战斗力的提升。阵风是没有机会来到伊斯兰堡上空扔炸弹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